欢迎收看《时刻》。现在尹锡悦就像是过街老鼠一般，已经有20万人上街头，非要尹锡悦下台不可。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公开之后，才赫然说，搞了半天，他不只是要戒严，搞了半天，他根本就是要一场的战争。本来他要求他的参谋本部是，你对于北韩飞来的气球，你给我打下来，不但要打下来，你要进行射击，造成两边的一个冲突。如果两边冲突的话，我就会进行了一个局部战争的状态，进行局部战争的状态的时候，我的戒严就有所本，我的戒严的正当性就可以被巩固。而且在这一次的戒严里面，我不是要我的特种部队冲去包围国会就算了，刚才讲连他自己国民力量党主席韩东勋，包括共同民主党党主席李在明，包括在野党祖国革新党的主席曹国，这些人一概人等，我全部都要帮你给抓起来。抓起来以后，他本来是要求在国会里面，在国会会场里面不可以超过150个人，只要超过150个人的话，我就把你给拖出来。因为你没有超过150个人，你就没有过半数，没有过半数，你就不能否决我的建立。但他千算万算，千想万想，他都没有想到说，现在在执行这支部队的707部队，也就是整个韩国最骁勇善战的白虎队，竟然消极抵抗，竟然对于民众或是对于国会议员要冲进国会，就这样子像放水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让这个政变，甚至让这个戒严最后无疾而终。那当然，现在尹锡悦的下场到底会不会弹劾？而弹劾之后，他到底会有多么悲惨的命运呢？好，我们今天请到两边的帮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好。好，第四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吕一峰，大家好。好，第六位是战略专家李宁辉，大家好。好，So，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出来了以后，你真的把你给吓死了，我觉得我在台湾都觉得毛骨悚然，搞了半天，大家不是讲南北韩是火药库吗？没错，他讲的是真的。是，原来尹锡悦不是在3号宣布紧急戒严吗？他不是要戒严，对，他要打仗，他真的要跟北韩产生局部冲突，要跟北韩产生一个局部的战争状态，甚至还下令说，只要任何北韩发来的攻击，我全部都要把它给打掉。也难怪，金正恩跟金宇正其实都有感觉哦，所以他们连都没有讲话。对，甚至有人讲，如果在这一段时间，金正恩跟金宇正你们打个喷嚏，都会变成尹锡悦出兵的理由。而且3号尹锡悦这个紧急戒严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你是疯了还是怎样？但是现在揭露什么？他不是疯了，他是有计划，而且他原本的计划更加宏大。他要做什么呢？他要趁这个时间点，抱歉，因为这个时间点是个空窗期。什么空窗期？拜登他没有力可以做事情。另外一个，目前为止，川普还没上台。这个时候呢，我如果挑动起南北韩的紧张局势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时间点。所以他不是要戒严，是他是要打仗。对，他原本一开始的计划是这样，他要挑动起，因为从今年以来，你看南北韩的关系越来越糟糕。你看金正恩就炸了这个铁路都炸掉了。那其实呢，原本呢，尹锡悦下令给这个金龙显他们的国防部长的命令是什么呢？挑起南北韩的这个战争。这个金龙显他们的国防部长都已经下命令给他们参谋总长说，如果北韩气球过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开火把它打下来，要制造什么南北韩的紧张。那如果北韩军队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开战，跟他开火。开火的同时呢，他们就说我们就部队开始戒严整个韩国。虽然原本的计划是这个样子，只是呢这一次呢，金正恩跟金宇正呢，他们从头到尾连话都没有说，连配合都没有配合，没有配合怎么办呢？那就只好3号，那时间到了，就只好硬干了。因为难怪你讲说这一段时间金宇正跟这个所谓的金正恩他们一定有得到消息，所以他们异常低调，不然的话他们随便打个喷嚏，这个地方都会烽火连天。对，所以为什么尹锡悦还是要宣布戒严？因为目前为止时间已经不够了，他还是必须要做。所以3号才是紧急宣布戒严的这个状态。戒严的这个状态之后，现在不是揭露吗？他派出什么？他派出的是韩国的707特殊部队的。707是什么？白虎部队。这支部队是什么？1981年韩国成立，1984年他找了美国三角洲部队来帮他训练，是韩国数1数2的特种部队。这个所谓反恐啊，或是斩首行动是由他来。这次是由他们来执行这个入侵国会的行动。所以摆明了，我讲尹锡悦他不是要戒严的他是要杀掉这些所有他的政敌，他要抓他们起来。所以说，这个关键是。我今天宣布戒严，我要制造跟北韩的一个冲突，我要制造一个局部的紧张关系。可是最终的关键是什么？最终的关键是，导播，你看这批人，他要一个一个抓起来，一个一个叫他们入狱，甚至
一个一个取他们的性命。没错，他当时说什么？他当时说，宣布戒严之后呢，要下令逮捕执政党还有最大在野党的党魁多名的政要。他是跟谁说的？他是跟南韩国家情报院的第一次长这个洪状元说的。他说呢，我们要趁着这次机会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而且要收拾掉。然后我会把这个这个侦查权呢下放给国情院，就你们就先去抓，对。然后我再提供你们这个相关的人力资源，全部都要提供给你。所以呢，他是要这样做，他是要叫国防部还有这个军队把他们这些人抓起来。这些人抓起来，宝姐，你以为抓谁？戒严真正的目的不是说大家晚上不要随便乱行动，不是说我今天要去控制北地，是。重点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对，他要抓谁？第一个李在明嘛，李在明目前的最大在野党的主席嘛。好，另外一个曹国也是另外一个在野党的主席，他们两个都抓了。可是有一个人很奇怪，他连国民力量党的党主席韩东勋都要抓，他自己的党主席，然后还抓了国会议长啦，然后国会的这个党鞭啊，还有最高委员啊，全部都抓。所以显示啊，他其实原本要趁着这一次清洗整个韩国的政坛，他要清洗国会，对，他要清洗这个反对党，什么都要全部清洗光。因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民调很低，他也知道说，他如果再继续当下去，他可能搞不好也当不了多久。所以这次索性就破罐破摔，我来跟你一个这个变输赢啊！他本以为说你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就你看到那天707的部队是真的是707的部队当时有讲了一句话，他们讲说我们以为我们接到命令，没错，是要去北韩，我们以为我们的命令是要去斩首，可是没有想到直升机居然把我们载到国会，我们都愣住了。对于国会这2栋建筑物的这个所谓的地图，这里面的结构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代表说原来他们早就已经做好的训练？对，这个训练早就准备要去北韩，早就要去平壤，早就要去斩首金正恩，甚至所有的资料都有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居然一个大转弯把我们送到是国会。而且那天是怎样？12月3号那天晚上的时候，707特种部队的时候，他们当时正在做夜间演训。所以你看，他们其实每一个都穿着夜间的这个服装，每一个都穿着这个装甲、这个防弹衣啦，然后还有夜视镜，都穿得好好的。其实他们原本在演训的过程中，在约莫是在那个晚上之前，他们夜晚在训练，占领国会之前的4个小时，他说我们今天有个特殊的任务。特殊任务来说，我们现在开始坐的这个直升机起飞。其实，黑鹰直升机起飞，每一个人都上面载了10几个这个特种兵就飞过去了。他们原本以为他们是要去打北韩对，就飞，不对啊，怎么飞到如意岛上面？如意岛上面就是国会大厦，国会大厦的时候，他们就下来才知道说，不是要封锁国会，是要封锁国会。他们原本就吓了一跳。所以你看他们当天的服装，你看。他们都是全副武装，带着这个黑色的衣服，他们里面是有防弹衣、全身的防弹衣的，然后包括说夜视镜、4眼的这个夜视镜，非常好的这个装备。然后他拿的是这个比利时的这个机关枪、步枪，在这个地方，比利时兵工厂的这个SCR 的这个突击步枪，装备是非常齐全啊，然后耳机啊什么这个所谓钢盔，什么东西都非常齐全。宝姐，他们原本是有人讲说，这根本就是夜间作战的，而且不但是夜间作战，根本就是斩首作战用的。没错，你看他们那个夜视镜啊，夜视镜一个在海外要卖到4900块美金，49000块，49000块，折合新台币是158万。他们是特种部队，全韩国最好的白虎部队的武器，全部都带在他们身上。夜视镜要158万。对，而且他们就抵达之后，发现到不是要这个抓这些所谓的北韩部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消极抵抗，而且所谓消极抵抗上级命令，他们觉得不是要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不是有女记者、女主播去抢他们的枪吗？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要对他们动手，不然的话，真的这些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也就是说，尹锡悦的部队到了那个地方，707部队到那个地方，他发现不是北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抗拒命令。抗拒命令的时候，后来就消极的让这些所谓国会议员爬进国会大厦，否则他们如果真的封锁住的话，他们国会也是完全进不去的。可是尹锡悦是他怎么会做这么疯狂的事情呢？而且尹锡悦不是，他相当的聪明。为什么相当聪明？你看他之前就跟这个国防部长金荣显就说了嘛，你们如果真的有不明的气球打过来的话，我们就赶快就把它实鸣枪警告，然后打击这个气球源头。他要发动起南北韩战争。南北韩战争之后呢，宝姐，那事实上我就想，这次绝对不是这个突然的临时起义。他们就开始说，有人就说，707的这个，就问那个707的这个团长就说，
我记得我们今年4到5月就开始实施所谓的直升机降落到这个如意岛的这个附近的这个训练相关演训，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降落到？你说在4、5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准备了？因为什么？因为韩国的这个如意岛，它其实在首尔山的一个小岛。一个小岛来说，你要入侵到那个地方，其实你要做相关的演训。你看，因为它旁边有河流，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太一样演训。他们当时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演训？好奇怪。他们现在才知道，哦，原来今年4到5月，他们就已经在做相关的演训动作。对，也就是说，尹锡悦这个准备已经是准备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吴总，上礼拜你就讲说，尹锡悦不是只有搞戒严，他根本就搞战争，而这个战争背后，美军不可能不知道，所以美军的角色就耐人寻味。我想，怎么可能？南北韩有可能打仗吗？南北韩这个打仗还得了？就果不其然，今天已经出来了。原来在之前已经要求参谋本部说，你把这个从北韩传过来这些气球给我打掉，而且你要主动去对北韩射击，我要造成局部冲突。甚至刚才讲到，我现在真的要把我这些政敌全部抓起来，抓起来了以后，我就要全部的拘禁他们。也就是说，他真的不是只是要戒严，他真的是准备打仗的。我应该定义说戒严的目标是什么？戒严的目标就是设法就会引起南北韩的战争嘛，当然就是这个目的啊。然后这里面来讲的话，他内部做清洗的动作，对，把所有在野的领袖通通抓起来嘛。真的要清洗？当然是内部清洗。他军事上派特种部队跑到国会去，这个多严重的事情啊！那在国会这个单位，他们这接到什么情报？他们认为要去哪里？北韩，他认为要去北韩打仗去了嘛？那北韩有没有相对的做出相关的战备动作？保证有的嘛，吓都吓死了！你突然间公开宣布，电台宣布，对，要开始南韩进入戒严状态。那相关邻边的周边的国家一定会有对应的动作会出来啊，怎么可能让你这边一个人在那边搞？越传出来的消息是，刚刚讲嘛，现在对南韩来讲，你是6个小时结束，可是北韩整整拉到最高警戒状态18个小时。对，所以北韩非常紧张，但是北韩非常安静。而且没有任何的回应，就是怕被你尹锡悦这个家伙找到麻烦，找到理由来打我嘛。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跟北朝鲜冲突嘛。对。可是这个目标来讲的话，所以北朝鲜知道这个事情，所以金宇镇跟金正恩的兄妹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通通都不讲话，不是非常安静吗？对。平常每天气牙牙，天天在那边挑衅的是谁啊？对。都是北边的嘛。现在屁都不敢放，一放我看他就干你了嘛。所以他是存心只要金宇镇跟金正恩只要有动作，尹锡悦是敢打的。尹锡悦找机会要打他嘛，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打下去的话，他就会变成国家英雄啊。打下去不管什么情况了，不见得又扩大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些所谓的主张和平统一的在野党领袖，对，通通会被扣帽子。你这个讲就都是北方的间谍，对，亲北势力，他就开始扣你帽子下来了嘛。帽子一扣的话，这个朝野的这个姿态马上互换了，他变成非常强势的领袖啊。对，所以他今天到现在为止，他还在想干呢，他并没有放弃啊。他不是会弹劾了吗？他20万都上街头了。 20万是谁的人啊？是在野党的人啊，对不对？你20万，我也可以搞20万啊。这个事情他们现在目前是暂时缓和这个情绪，然后。因为尹锡悦还有其他的动作，我相信最近很快，他1月份他就会跟川普见面。对，川普见面以后又是一个新的高潮，而中间还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计算上来看的话，如果真的在南北韩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这个对俄乌谈判是有利还是不利嘛？当然不利。 对，不是应该这样讲，对俄罗斯非常不利，对俄罗斯，北韩就动不了了。对嘛？那你看看今天川普这2天在穿什么衣服？你看川普今天跑到法国跟泽伦斯基参加这个圣母院的这个重建的宴会，他身上穿什么？他穿个深蓝色的西装，打一个金黄色的领带，乌克兰的国旗，他挺乌克兰的嘛。所以把这些组合在一起看的话，怎么会没有道理呢？ 当然是有道理了嘛，所以这个世界还是一盘棋，这个事情还在进行中。因为我觉得南韩一直还是想要，这起码尹锡悦这种人还想继续去修理金正恩，这个是他一直念之在之，还想继续干的事情。好，所以宇轩，你就看到了南韩才知道说，台湾的斗争根本就是小儿科。南韩搞斗争可以搞到戒严，南韩搞斗争真的要整个在打仗，而且真的。
还把最神秘的部队都派出来，而且神秘的派出来，我以为说，那都是空枪，没有。有子弹，宝大哥，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说，整个政坛里面基本上是谁吸毒第把命，没有。我跟你讲，这个70部队，他们号称叫做白虎部队，当时他们以为自己也真的是要去搏命的哦。本来宝杰哥，你知道他们接获任务之后是什么样的讯号吗？说现在有跟北韩相关重大的军情跟军事需要立刻去参与，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准备。好，那我们可能真的是要去执行我们的斩首行动，因为已经训练已久了嘛。结果没有想到，当他们整个下飞机、下直升机之后，傻眼。我怎么在鲁伊岛？我怎么在国会大厦里面？因为宝杰哥，你知道他们枪支里面，他们这个 SCAR 步枪里面装的是什么吗？全部都配载实弹。他们一击，因为我跟你讲，这个特种部队总共有300人，是有实弹的。对，然后他们总共6个人，他们是8个人呢，一台飞机就这样降落。那每个人呢，在你知道机上配载是什么吗？来，10枚，就是我们讲5.56毫米的这种子弹，就一般子弹，一般步枪子弹。不只是这样。还有9毫米的，9毫米战争型的，杀伤力的，不是，那是狙击枪用的。对，所以代表说他们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本来在夜教嘛，就是在夜间训练嘛，然后临时就把所有重装备，你不要小看他们哦，你看他们每个人装备当中，一个人身上背200万，200万这样背得走，那个视野，宝哥，你知道为什么要视野吗？因为代表说他的整个人哦，一般来讲视线都是120度，对，那他那个不是，他是180度。它整个是可以扩展到整个完全那个战争用的嘛？你哪有人去国会装那个誓言的？所以当他们落地之后，他们全部都大家傻眼，想说那现在是要我们怎样？因为马上命令来啦，命令说对，你们配载实弹，立刻把这些国会议员一个通通给我拉出来，而且不准让他们有150人。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命令就觉得太荒谬。第一个荒谬的点在哪里？理论上来讲，他们要下到这种作战地点。地形地貌，然后制高点如何去分配发布，通通都要知情嘛，对不对？就宝德哥，你知道等他们落地，他们说什么？不是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对，还要开那个 T map 来看说，国会大厦地图怎么走？对，所以代表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任务，他们被骗了。不是，反过来讲说，他们本来以为说他们要去北韩，他们以为说他们要斩首金正恩，可是他们到了这个所谓的国会才知道说，这个地方我没有这个地方我没有地图，这个地方我没有所谓的大楼的结构图，那代表什么？我如果要去这个所谓的北韩，是不是北韩的地图、北韩的结构图，我其实都准备好了，只是我跑到国会以后，我原来准备的跟现在不能用。对，宝哥，你讲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去到那个地点，跟他们设想到的作战地点根本不一样。再第二件事情，他们对于去斩首北韩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准备？我跟你讲，倒背如流了啦。所以他们下基地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不一样嘛。所以你想想看哦，他们手上一定都有一些定位，相关装载的，甚至相关地形地貌，甚至勤前教育，我们刚才讲到了嘛。他认为说我这个东西都已经倒背如流，甚至我立刻马上就可以反应过来。所以代表说他原本预设的任务是要去北韩去斩首金正恩，结果没有想到降落的地点是国会大厦，所以他们才会感到哗然嘛。而且他的要求是很清楚，他这个说尹锡悦知不知道国会会反对我的戒严？他一定会反对，而要反对的话，你要超过150个，也就是说有300个国会议员，有150个以上的话，那就是过半数。过半数你只要反对我的戒严就不能生效。所以第一个，我要把这些李在明全部给我抓起来；第二个就是里面交代哦，这个国会里面超过150个人。你就要给我拖出来。对，马大哥，原本我觉得他的打算应该是这样：我先把国会控制起来，那之后呢，可能换2线的部队去代替，然后把这个位置给占领之后呢，这些人他们接下来要干嘛？搞不好真的去北韩，真的就要去北韩去了。所以对他们，所以金正恩跟金宇镇不敢讲话。当然，因为我如果讲任何一句话，比如说我又谴责，我又抗议，我又丢大便气球过来，马上他变成什么？战争的号角，所以707就过去了。现在马上他可以立刻转移阵地啊，他可以执行他真正原本的任务啊。所以千错万错，罪错在哪里？根本不应该把这种，因为他们这个叫白虎部队，白虎是什么？是南韩的神兽。过去那是代表他们国力最凶猛的一个象征。你把你的整个刀尖里面最锋利的那一环，结果拿去对议员，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种羞辱，当然不可能配合。所以你知道吗？蒋经国当时在我们的国军里面搞所谓的举拳道，举拳道里面就是从青龙跟白虎部队里面找出来的。当时韩国就派了青龙跟白虎这2个部队到了这个越南，你知道多可怕吗？所有死掉的北约军队哦，他不是被枪打死的哦，是内脏剧烈哦。然后呢，蒋经国到了现场看，哦，怎么白虎部队这么厉害，就把这个韩国的举拳道带回台湾的。宝大哥，我跟你讲，大家都不知道白虎部队到底有多强，他们是师承三角洲部队哦，然后他们可以干嘛？水下爆破、水鬼、水下行动，他们的能力跟 SEAL 就是海豹部队是一模模一样样，而且跟 Green Banner 就是什么绿扁帽部队，他们是同一个等级，他们在国际上评比，因为特种部队都有等级之分，他们是什么？是不是台湾？就是说我是第一流的啊，他们是台湾的部队，或者是他们是可以跟美国并肩的，每天的部队的训练都非常强，就是说上山下海，甚至要干嘛？下雪地。也就是说，因为各位为什么要下雪地？
因为北韩很冷嘛，他们就是要通过那种绿鸭江，不管什么样的方式，他们都演练过。有些画面是他们在结冰的河流冒出来。对，而且这个还是穿衣服的哦。他们平常训练不是这样哦，平常训练是要干嘛？腾马腿哦，就腾马腿，然后去适应那个寒冰天雪地。因为我战争时期随时都有可能有状况，我不可能确保说我一定是在我完整的防寒啊，或者是抗冻的状况之下，可以去执行这些任务。所以当然来讲，其实这个部队成立一开始当然是为了防空，但其实它最终一个后面的目标到训练的目标，其实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干嘛？是要针对金正恩、针对北韩的朝鲜王朝进行斩首。结果没有想到最后降落在国会，真的是错的迫降。好，对，你看刚才讲到的，李轩玩这么大，我本来以为是我卡关说跨位修它这个东西是北韩的，是不是南韩的事情？跟他没关黑，结果搞了半天，他是要引起一场战争，他要引起一场南北韩战争，那台湾不就有关系了？我长期关注尹锡悦，我的认为他真的是很想要战争啊，而且他真的想要引战战。因为什么？我曾经讲过，川普一上台之前啊，这个世界到处都在乱，为什么在这乱？要造成既定事实。你看到现在叙利亚不是也这样吗？对。以色列跟这个真主党这边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啊。那整个中东还有俄乌，还有整个亚太地区，事实上啊，我认为啦，因为他认为为什么？你看到金正恩的反应就可以回推回来，尹锡悦在做什么事情？因为金正恩跟金宇正不就是在这1年来里面都跟你故意那个备战吗？对，然后故意断铁路啊、断公路啊、炸什么东西啊？其实他都知道什么？知道尹锡悦你是鹰派的，你想要搞一些事情，他真的想打仗的，真的想搞一些事情，只不过说，一下我就看懂了。我当时就觉得，你去干嘛去炸公路？你干嘛去炸铁路？照理讲，应该是北韩要侵略南韩啊。照理讲，北韩需要公路啊。照理讲，北韩需要铁路啊。那你把炸掉，炸掉是防守的人的作为，炸掉是一个所谓的躲起来的作为。那你要攻击干嘛炸？搞了半天。他们知道尹锡悦要打，想要动嘛？那尹锡悦要动的话，一定要有借口，要有名目嘛。当然，他这一次戒严当中，就是用北韩作为这个借口，不是吗？亲北势力。对，那问题是说他的程序搞错了。那照道理讲，他的空降应该空降到边界去，然后空降到哪里？到那个平壤去才对啊，去斩首他，然后就是引起这个战争嘛。那这时候自动的驻韩美军绝对会启动，然后绝对会直接把金正恩拿下来。金正恩一拿下来的话，俄罗斯呢？现在不是看到阿萨德政府后面俄罗斯已经这个示威，然后伊朗示威，这时候不暇了。对，自顾不暇了。那你北韩这边来讲的话，如果又没有兵源提供给俄罗斯来讲的话，你俄乌战争有什么打下去？逼的什么？逼的普丁呢不得不上谈判桌，然后来谈这个核弹。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其实尹锡悦可能已嗅到了川普，所以我讲啊，所谓的美国要分成2个美国，一个是拜登的美国，一个是川普的美国。拜登的美国可能不晓得尹锡悦搞什么事情，但是可能川普知道尹锡悦在搞什么事情，所以现在是在等川普上台之前的话，当尹锡悦跟川普打了那个神秘的电话，打了一个12分钟的电话，然后尹锡悦就积极备战，积极准备戒严。积极准备打仗了。是啊，你没看到纳塔雅胡当初到了海湖庄园跟川普讲完之后，回去大干一番嘛，对不对？然后你看到所有的，我还怀疑哦，把那个叙利亚的这个阿萨德政府推翻的那些叛军啊，背后也都有美国在支持。而这个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国？是拜登美国还是川普美国？所以现在呢，尹锡悦其实都在做一件事，希望能够获得川普接下来的关爱。只不过因为他程序做错了，现在来讲的话，他在内部来讲就先面对的政治危机了。好，对，石总刚才讲的，我们台湾很难去理解南韩这一面，但台湾解吧，不想输赢对，反正就输赢嘛，下次再来。韩国不是韩国一起的变谁戏，没错。这个变谁戏里面，刚刚讲的尹锡悦，刚刚讲这么狠，尹锡悦居然是文在寅一力提拔的，没错。那的文在寅提拔他了以后，他把这个李明博抓起来了，把朴槿惠抓起来了，然后呢，甚至把当时文在寅最想提拔的亲信曹国也抓起来了，弄完了以后呢，他自己觉得在这个地方没搞头，他就马上转到对手去，然后马上去跟朴槿惠合作，他等于是整个南韩最大的叛将。我跟你讲，尹锡悦他是聪明绝顶的一个人物。那他宣布从政是什么时候？2021年的3月。他隔1年就选上总统，他1年的时间就选上总统，你觉得他不厉害吗？他其实是相当厉害。那这一次跟他打对台的，一个是曹国，另外一个是李在明，他们2个都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而且他们3个其实曾经是好妈鸡啊，好妈鸡。那我怎么说呢？那我们韩国的政情，我们要从头说起。最早就是从文在寅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卢武铉。那卢武铉我们知道他2009年他就轻生，对，他轻生为什么轻生？因为他被李明博要调查，后来卢武铉就轻生。所以呢，文在寅非常恨李明博，
他也很恨朴槿惠。专门恨他们两个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个机会，那个人叫做尹锡悦。尹锡悦从2016年的时候，他开始调查什么案子？调查崔顺实跟朴槿惠的案子，导致朴槿惠被这个弹劾下台，就是尹锡悦搞的鬼。对，所以呢，尹锡悦深得文在寅的开心啊。所以文在寅2017年上任的时候，他把尹锡悦拔擢成为什么检察总长。检察总长上来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马上起诉李明博，又起诉朴槿惠，把他们两个起诉。也就是把文在寅的政敌全部打垮，打垮，然后关掉牢笼里面，关起来。所以呢，尹锡悦对这个文在寅对尹锡悦是相当的欣赏。当时所有的这个目前现在的反对派，其实大家都很欣赏尹锡悦的。所以尹锡悦曾经是文在寅的刀把子。没错，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因为尹锡悦后来呢，他可能有一些政治的野心之后呢，他后来就开始，他任命他为检察总长的时候，尹锡悦跟他说，你就不客气，反正我们知道南海有什么这个你看不惯的事，你都可以把它斩掉。就他第一个人斩的是谁？斩谁？第一个斩的是曹国。为什么是曹国？曹国当时是谁？文在寅本来上台的时候要任命他为司法院的这个法务部长，就没想因为他任命他之后，就没想尹锡悦就说，你过去好像有非常多黑资料啊，我就要斗你。就没想他居然去斗曹国。对，曹国是文在寅的接班人啊。就他因为这两天，因为他曹国尹锡悦文在寅觉得他够帅，因为他是留美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外貌学识都非常好，对，所以原本要让他上来，就没想到尹锡悦去斗他。那尹锡悦斗他之后，他就下台了。下来之后，后来李在明才上来，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士。后来呢，因为这个他斗曹国之后，太多人对尹锡悦有非常多意见，对呀，所以尹锡悦在你怎么动自己人？对，2021年他就宣布说，那我就退出，我就跟文在寅宣布说我辞职。辞职的同时，他就宣布加入反对党了。他就开始去争取反对党的这个所谓他们的支持。那支持的时候，他第一个见了谁？当然是朴槿惠啊。要求朴槿惠他们来，我做错了，过去这些事情。可是你不是把朴槿惠抓起来？对，原谅我啊。对他，所以后来他跟朴槿惠见面啊。他后来，宝姐，他上台之后，他做一件事。他上台之后，他还特赦了李明博。所以就说他就把他而且那当时朴槿惠跟这个崔顺实他们两个人是你抓的，对，特色是你特色的。朴槿惠跟崔顺实被抓，当时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被抓，叫做李在镕，三星集团，他也特赦。所以呢，他过去把他所有关过的人，我都把他特赦。对，那看这些过去都是我的敌人，我现在变成是你们的好朋友。那过去是我们是好朋友的，全部变成是敌人。你看他怎么对文在寅的，每天去这个你退休之后，每天去吵你。那李在明呢？他去年还发动检察官去抓李在明，李在明还被抓起来，李在明也是命悬一线的，是李在明身上还有很多官司，对啊，李在明要抓是随时可以抓的，对啊，所以呢，他们都是这样斗来斗去啊。那韩国这么凶，对，所以那为什么曹国一定要置尹锡悦死地？我就是被你搞下来了。李在明为什么要把你搞？因为你你怎么修理我？文在寅也是在那边看啊，你最好倒了。所以大家生死相搏。所以他们都是这样。所以我讲，尹锡悦他不能够退，他一退之后，他绝对完了。我想他可能你看韩国不是有说吗？叛国罪最高是可以判死刑对，搞不好他们真的会判他死，我觉得有可能他们这些人的血海深仇是非常之深尤其是文在寅最不能原谅尹锡悦什么事？你居然特赦了李明博。对，李明博是搞死陆炫的。所以他们这些人，他们这些人对尹锡悦是相当的恨，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李在明他们要发动20几次的这个弹劾，一直弹劾，那干什么？为什么要弹劾，让整个韩国社会真的是完全空转呢？他们真的是韩国不在乎，真的是完全空转是真的很多人事命什么都，所以尹锡悦讲的也不是假，真的你们就这样一直不能飞格，甚至你把我的最高检察总长，你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相关人全部冻结，你连我的预算都冻结。他们是斗的，真的你死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斗？你想，他们是疯还是这样？没有，他们后面斗的就是因为你过去怎么对我，我们怕你会怎么对我们，所以现在大家的斗到我们外国人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会那么夸张？干嘛有必要这个样子吗？但他们就真的是玩的这么的决绝。可是刚刚讲的吴董事长。现在韩国所有的大媒体里面都把这个所谓的执政党里面的国会议员，把名字全部弄上去，只要你没有支持的这个弹劾的，我就列上去，上面都有你的名字，都有你的电话。难道这些人没有压力吗？对，我觉得目前为止还是政治斗争，还是在两边在斗争之中，所以我才说这个是真的还非常。所以，导播我们再看啊，尹锡悦难怪他还笑得出来尹锡悦他也我跟你讲，尹锡悦很绝顶聪明，你看他才几年的时间。你看，他们还笑得出来，
抱歉，他担任检察总长是2017年的时间，他在短短的5年之内可以攀上总统的位置，所以你说他非常厉害，他看这个所谓时事啊，怎么去斗争谁，他厉害得很，所以来说他绝对还有后路。